我江令芷，江家嫡女，主业杀猪，副业吃遍人间苦。亲爹贤，亲哥不爱，从小被扔在乡下，自生自灭。还好隐居的师傅收我为徒弟，把我带大。今天终于要嫁进萧家，成为世子妃了。哎，下来，磨蹭什么呢？萧燕呢？她是不认得路，还是没腿出来接我？哎呦喂，你个杀猪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，抢了人家令渊姑娘的亲事，还在这喘上了。这婚约白纸黑字写着长房嫡女，我原配生的。江令渊不过过继过来。哎，今儿也是战神将军萧景义大人出殡的大日子，治丧事大嘛，没有迎亲这一套啊。喜丧二合一，行，萧家这欢迎仪式挺别致。自个儿掀盖头不吉利呀！哼，等着丢人吧！哎呀，新娘子这么着急进洞房呀？来，我给你带路啊！婚房在这边呢，走。哎呀，走这边。燕了，你轻点。哎呀，不行！来，这边啊！过了今天，你可就是我姐夫了。叫夫君，令媛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等过几日，我就风风光光地把你迎进来。到时候，我让江令芷那个整天只知道提着杀猪刀的女人，跪着给你断洗脚水。夫君，你可得好好怜惜我呀！好家伙，我说婚礼现场怎么人影都不见一个？原来是在这儿跟我媚眼洞房诱惑。喜欢演，那我就给你们搭个更亮的台子。哼，江令渊，你费尽心机毁我姻缘，想把我踹回乡下，做梦！这高门大院里锦衣玉食、前呼后拥的养老日子，我江令芷就要定。哎，不好了，来人了！少爷的婚房走水了！快救救我的燕儿！这外头还办着丧呢，江家二小姐就迫不及待地爬上姐夫的床，这真是太羞人了。散了，快送客！今日之事，谁都不许说出去。是，不对啊，被引过来的不应该是江令芷吗？他来呢，萧燕正好顺水推舟收了我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小燕，你的心腹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好了！江大小姐在灵堂抱着四爷的牌位，说她是四爷的妻子。哎呀，你快！好你个杀猪妹！今天是你和燕儿大喜的日子，你在这披麻戴孝招谁呢？谁说我要嫁给萧燕了？今日出门迎我的是萧将军的棺木，那我以后就是他的妻子。这江令芷莫不是被气疯了？对呀，竟然为了争一时之气，要换亲嫁给萧景义。他纵然再好，可也是个死人呐！你个疯妇！嫁活人还得逗小三儿，嫁死人直接当宅主。萧景义辈分高，以后萧燕见我还得恭恭敬敬喊声四婶，这波不亏。这丫头有点意思。孩子，这做寡妇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老夫人，守寡再苦，也苦不过守着让我蒙受奇耻大辱的夫君。将军为国捐躯，是英雄，却从未留下一儿半女，令芷愿为他收养子嗣，让他100年之后仍有香火公益，求老夫人成全。行，你既然铁了心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做了景义的寡妇，你这辈子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果。放妻书萧府是不会给的，就这，
你还嫁吗？嫁，但求老夫人允我一事，立字为凭，以免日后有人反悔。取纸笔来。签字，画押。什么？你听说我跟燕哥哥有私情，所以你才换亲？我不会同意的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江灵芝，你疯了吧？林渊肚子里还会有我的骨肉，你竟敢打他！竟敢这么对长辈说话！况且，这签换亲书是老夫人同意的，你们竟敢违背老夫人的意愿！江灵芝，别得意太久。我和萧燕的事，萧父已经封锁消息。等你回门，我定要让祖母和父亲知道你在灵堂换亲是如何丢尽江家脸面的。到时候，江家把你赶出门，你会成为京城最大的笑话。这就对了，以后啊，我就是四爷的人了。萧家是百年氏族大家，江凌渊和萧燕今天的丑事，他们势必会掩盖起来。有了这换亲书讲清原委，我才能放心些。老夫人，四爷他没死，他活着回来了。他活着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将军遭人劫杀，重伤坠崖。我们以为他已经殉国，所以回来报丧，但他其实是落入河中，被冲到药王谷，昏迷月余，才被认出身份，送了回来。快带我去看看！是。我叫的可是牌位，怎的还得起死回生呢？来，好孩子，你是旺夫的，你一嫁进来，景逸就起死回生了。跟我一起去。这就是我那位已故的夫君。好家伙，便是这般昏迷不醒，眉眼间又自带3分色杀气。仿佛在说凡俗莫见，这模样死了着实可惜啊！吾儿为什么还躺着？快起来走2步啊！药王谷已将他全身断骨接回，只是将军头部受创，晕眩未清，这才昏迷不醒啊！穆神医，你要救救他！药王谷能施的法子都试过了，没起色，这才送回来，也是指望着国公府门路广，能再寻些名医给将军瞧瞧。得，药王谷都摇头，这相当于在阎王殿预定席位了。景逸他还有多少时日？若是3个月内醒不过来，那就意思是我儿要是醒不过来，就真的没了。老夫人，灵芝，这丫头的确忘我，要是能和景逸圆房怀个孩子，景逸说不定就能彻底醒过来了。灵芝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老夫人，你有话慢慢说，您这一跪折寿我10年。灵芝，你是景逸的妻子，能不能为他留个后？刘浩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啊，这难度是不是有点大？我这一个人也完成不了他倒是动一下。让我去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圆房，这操作是不是有点过呀？灵芝，你要是愿意，我明日就进宫，向皇帝求旨，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。若你为景逸产下子嗣，不论男女，家中公产有你一份。若能一举得男，老身再从私库中出20万两银子，商铺100间，良田1000亩，给你们母子傍身。20万两，还有天有铺呢！我在乡下干各种脏活累活，连吃饱饭都是奢侈。圆房生个孩子，
就这泼天富贵，干！好，我答应。跟活死人圆房，江令芷，你真不知羞耻！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江家。别慌，别慌，这萧景逸虽看着是凶了些，但等下还不是会乖乖背我的。罢了，长得可真俊啊，可惜了是个睡美人。不过也好，你要是醒着，我这强人所难的戏码还真不好继续。我就当拿你这睡美人换泼天富贵了，不亏。将军，你醒了。昏迷前我治愈了，如今应该是伤得太重了，才会浑身动弹不得，只能听着。夫君，四夫人，热水已经备好了。四夫人，我成亲了？难道是母亲做主给我娶回来冲喜的？我堂堂镇北将军，怎会沦落到靠一个女人来救命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成亲也累一天了，明天再和你圆房吧。什么？圆房？还是你舒服呀，往这儿一躺，什么也不用想。我要是能和你一样，也往这儿一瘫，我看谁还能逼我回江尚书府那个火坑。江尚书府那位江家姑娘，不是应该嫁给我大侄儿吗？难道原本是属其儿的媳妇？大嫂，您瞧我这记性，这如今我都是4房的人了，这嫁妆还赖在您大房里，多不合适啊！我这就让他们认祖归宗，搬回自个儿家去，也省得给您添乱，不是？什么？你要来搬嫁妆？哼，这嫁妆是江夫人为令渊准备的，不过是暂放在这儿，跟你有1文钱关系吗？大嫂的意思是不给了？我就不给，你能怎样？来人，请四夫人出去。大嫂果真不还，我可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不可控制的事情了。你去拿给他。是。四夫人，嫁妆箱子都是空的。好你个楚婉，敢私偷我娘给我的嫁妆，你是打算把它留给江令渊吗？行，明日回门，看我怎样连本带利拿回我的嫁妆。四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给他编个躺椅，竹子轻便凉快，以后方便拖他出来晒阳光。您连这都会？这算什么？我在乡下还会杀猪呢。母亲为何要让我娶这杀猪的村姑？我堂堂镇北将军，就算娶，也该是名门贵女，怎么摊上个杀猪的？她肯定是贪图我国公府的银子，不然谁愿意伺候个昏迷不醒的病人？四夫人，这些都是萧老夫人赏您的，尤其是里面那个玉佩，您明天回门戴上，肯定贵气过人。你娘家人要是知道您在国公府过得这么好，也会安心的。他们不会在意的。我娘当年为了生我，血崩没撑过来，我爹痛失爱妻，更是一眼都没瞧过我，就叫奶娘打包把我送到了乡下。若不是萧老夫人执意要我怕是早就被遗忘到乡下了。怎会如此？他们也太过分了。我从乡下回尚书府，亲爹瞧都没瞧过我一眼，亲哥更是连面都没露过。要不是想给我娘的牌位磕个头，我才不回去找不自在。没想到他在江家过得如此凄凉。也是，若是过得好，又何至于要嫁给我这活死人？那您更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样您娘亲在天之灵也放心啊。
将军，我现在可就只剩你一个亲人了，你争点气，赶紧醒呗。他哭了，怎么回事？听到他哭，我心里怎会如此难受？哭什么哭？我可不是娇滴滴的人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现在当务之急，还是要给将军绵延子嗣。这就好。等等，现在还是白天呢。玄英，杯水啊，要大桶的。好。娘，女儿回来看你了。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回江家。你怎么还有脸回江家？姐姐成亲当日不嫁侄子，转嫁叔叔的事儿，要是让祖母和父亲母亲他们知道，不知道该有多生气。江令芷，我怎么会让你留下这个把柄？等你回了江家，我就让你被赶出去，成为人人唾弃的弃妇。我看萧家还容不容得下你？江令芷，你只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说完了吗？江令渊，你说，要是我说出当日你在萧家和姐夫偷情的事情，你觉得江家会怎么样？什么？令芷，听下人说你回门了，我们便来接你了。大哥前几日公务缠身，没能亲自为你送嫁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令芷啊，回来了就好。在萧家一切可还习惯？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他们大概还顾着江家脸面，没有像其他江家人那般对我。祖母，你们也别太担心他了。姐姐成亲那晚虽然大闹萧府，但起码得偿所愿，换亲嫁给了萧府四将军，我们该为她高兴。江令芷，萧家早就将那天发生的事按下来，你又怎敢说出来？令芷，你要嫁的人不是萧燕吗？姐姐那日看到萧四爷的牌位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抱着不肯放，非得要跟萧家将军换亲，不然他说他宁可去死啊！令渊，别胡说，你姐姐怎会如此不知轻重？母亲，这种事哪能胡说？当日宾客都在场，他们都看着的。许是姐姐太过崇拜英雄，才做了这种不合理的事儿。令芷，令渊说的可都是真的？令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江令渊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是独一份儿啊！令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可得问问你的好妹妹了。若非她与萧燕在我婚床上上演了一出鸳鸯戏水，我又何必抱着那冷冰冰的牌位给自己寻个前程呢？大哥，渊儿知道姐姐不喜欢我，可是这般辱人名声的话，让渊儿日后如何做人啊？令芷，令渊处处为你着想，连与萧燕的婚事都让给了你，你不懂感恩也就罢了，竟还用这种下作手段污蔑她，你的良心呢？令芷，你怎可如此诽谤自己的妹妹呀？幸好萧家为了颜面压下了此事。江令芷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老夫人，大少爷，那日迎亲，奴婢亲眼看见二小姐衣衫不整，鬓发散乱地从萧燕少爷新房中出来。
雪鹰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怎能伙同他人编造这种谎话污蔑我？反了天了！来人，把这个满口胡言的奴才给我拉下去，我死里打！我看谁敢！祖母，大哥，月儿怕极了。姐姐为了留在萧府，已经和萧将军圆了房，萧将军还昏迷着呢。咱们江家的名声……天爷，这江令芷看着规规矩矩的，怎么能做出此等事？这乡下长大的就是没礼数，居然这么狂野！令芷，令渊说的可是真的？令芷，你若真做出这种事，咱们江家的颜面何存呢？不知廉耻！我江家没有你这种女儿。二小姐血口喷人。哎，没事。哎，我与我夫君名正言顺，奉老夫人之命行夫妻之礼，为萧家言嗣。难道你们是觉得萧老夫人为老不尊？你怎么还有更精彩的吗？比如我为何要不知廉耻的嫁给萧四？萧家那日遭水，我只是想要救姐姐，许是让姐姐误会了。姐姐不喜欢渊儿，渊儿不怪姐姐，可是姐姐你也不能毁我清白，主渊儿的心啊！令芷，令渊救你，你不该这样对他呀！江令芷，你做错了事还死不认账，还反口污蔑真心待你的人，简直没有家教！今日若不请家法重重责罚你，我江家门楣何在？说得好，这做错事了的人的确该家法处置，不过这该处置的可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抢了令渊的婚事，还灵堂换亲，有损江家声誉，这桩桩件件证据确凿，你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！这好一个漏洞百出的精彩故事啊！若单凭一张嘴就能定案，那还要人证物证做什么？雪鹰，把江令渊亲手签字画押的换亲书拿出来。夫人，我没带换亲书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还想诈我？那换亲书要不是我亲手所烧，就上当了。姐姐，找不出证据，认个错便是，何必伙同你这丫鬟陪你做戏呢？眼瞅瞅，拿不出来了吧？令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明明，哎呀，雪鹰，我明明让你拿出来的，你怎么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子？夫人，对不起。姐姐非要说我说谎，与燕哥哥有私情，毁了你的姻缘。姐姐要是能拿出证据，渊儿愿绞了这头发，成为姑子。渊儿，不可胡说。母亲，你就让我说吧。这不清不白的污名啊，女儿是受够了。证据我自然会拿出来的。不过妹妹，光是绞了头发做姑子，这代价恐怕可不够。可笑，他还在心虚的虚张声势。那换妻书是我亲手所烧，绝不可能还在世上。他若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哪会等到现在？姐姐，嘴长在你身上，你说有就有。你要是能拿得出来，我江令渊当场认罪，绝无二话。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哎，我本想给你们江家留最后一丝体面，可你们步步相逼，非要我给一个交代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烧掉了，为什么？江令渊亲手签字画押的换亲书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他江令渊与萧燕早已珠胎暗结。这换亲书不该什么？不该化作一捧灰吗？哼，可惜啊，你以为烧魂赝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却不知我早就防着会出现这种事。贱人，竟敢诓我！哎，呦，母亲何必行此大礼呢？就算您心急火燎的想毁了他，也未免太沉不住气了。哼！江令渊在长姐江令芷大婚当日，与姐夫萧燕苟合于婚房，行止不堪，有辱门风，为全两家颜面。住口！你
你给我住口！就算凌渊有错，如今他要嫁的也是前途无量的萧燕，你呢？机关算尽，也只能守着那个活死人生活寡罢了。也不知道四夫人在江家有没有受欺负，如果将军能醒来，去给四夫人撑腰就好了。江夫人这就急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刚才说的有辱家门，您觉得现在放在谁身上比较合适呢？大嫂，这就是你精心教育出来的好女儿，咱家上百年的脸面算是让她给丢尽了。装的跟个白莲花似的，竟是个爬姐夫床的货色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是后悔你做的丑事啊，还是恨自己没藏住啊？不是这样的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清了江令渊被撞破奸情、跪地求饶的全部经过。祖母、大哥，你们可都看到了。我是被逼的，姐姐当时状若疯魔，我若是不签，她就要血溅灵堂。我是为了两家安宁，不得已才。令旨，就算你有此书为证，也是令渊受你胁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何况家丑不可外扬，你白纸黑字记录下来，可曾想过江家的颜面呢？对，泽儿说的没错，要以家宅安宁为重。好一个家宅安宁为重，为了这虚伪的安宁，你们就可以把是非黑白踩在脚下。你们的心原来可以偏到这个地步。既然如此，你们非要这般自欺欺人，那我今日也没有保留情面的必要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是还请不要牵连江家，倘若毁了爹爹跟哥哥的前程，令渊万死难辞其咎。令渊，事事以家族为重。令旨，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搞得家宅不安。罢了，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我早知你们会偏心，却没想到能偏心到如此地步。原来在这个家里，你们愿意相信谁，谁就是对的。很好，那我今天就不讲情面了。四夫人好大的威风，也不知那萧四爷能不能起身为你撑这个腰。哼，所以这就是你们恬不知耻、贪慕我嫁妆的底气。放肆！江令旨，你竟如此目无尊长！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家法伺候。哥哥，姐姐从小在乡野长大，不懂高门规矩也是有的。不懂规矩就能如此忤逆不孝？今日我便要好好教教他何为规矩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夫人，我是萧家明媒正娶的四夫人，我看今日谁敢动我！你，江令旨，你的夫君躺在床上不省人事，萧家上下谁真把你当四夫人看了？不过就是个冲喜的摆设，你还真拿鸡毛当令箭了！现在能好好聊聊我的嫁妆在哪儿了吗？你个莽夫！说嫁妆在哪儿，不然下一刀我可就不保证萧在哪里了。在北屋的库房里。来人，跟我走。你烦了！夫人，这是御赐的七星连环锁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不巧啊！这库房的钥匙一直都是管家在保管，这几天他正好回乡探亲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可说不准。令旨啊，你还是先回去，等他回来你再拿吧。这算什么难事？喊了不就行了？江令旨，你疯了！这是皇上御赐之物，你若毁坏了，可是要杀九族的。你想死，可不要拖上我们。
你野蛮粗俗，果然是乡下养大的杀猪匠，半点大家闺秀的样都没有。杀猪匠怎么了？我那杀猪匠师傅可是前朝辅贤之臣，文韬武略无一不精，我能学到多少本事，你们还真不知道。江令芷，你别以为你是孝父四夫人，你就可以拿走令渊的嫁妆，都还愣着干嘛？拦住他呀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各位这个月的月钱总算没白拿。将军，将军，您终于醒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！我江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招进来这么个活土匪，这是要把我江家的家底都搬空啊！江令芷，你给我住手！赶紧出来！令芷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我是国公府四将军的夫人，我的地位可远在你之上，这怕是日后你还要向我请安。放肆！我是你的祖母。江令芷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萧将军如今只是个活死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过世，谁不知道你的四夫人身份只是徒有虚表。你与其在这费尽口舌的操心我，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将我那被贪墨的物件一件不少的补回来。嫁妆的事儿容后再议，把和离书拿来。树大招风，你今日仗着四夫人的身份为所欲为，等四将军死后必定大祸临头。今日把这和离书签了，也好尽早的免去祸事。给。哼。你是说江家正在逼我夫人与我和离？是的，将军。不过四夫人把和离书撕了，还扔了江家祖母一脸。原以为乡野长大的杀猪匠会畏惧权势宗亲，未曾想竟是这般邪乎。且慢下车，我倒要瞧瞧这出戏他们打算怎么唱。我这萧家四夫人当得正称心如意，你们如今逼我和离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好你个牙尖嘴利的四夫人！老身我今日就让你知道，只要你还姓江，就得归我江家的家法管。来人，请家法！今日就是打死你，也好过让你为了那攀附不到的权贵，受个活死人，害得江家颜面丢尽了。好，这一个两个都这么喜欢请家法，行，那就让我瞧瞧你们江家的家法。把他给我摁着，家法伺候。你，哎呀，这鞭子倒是挺别致嘛，可惜了，我如今是萧家四夫人，这下要是再挨打，可就不合规矩了。祖母不如赏了我，我好专抽那些惹我不痛快的人，上档次。你个祸害，留着你，江家迟早遭殃！赶紧把和离书签了，离开！祖母，我看在您气糊涂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一下你。那日在灵堂，萧老夫人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，这签既然换了，
那我生是萧家的人，死是……反正就是不能和离。况且，陛下也允了这门亲事，还亲封我为一品诰命夫人。你如今不认，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吗？令媛不是说令旨是以此相逼才当上萧四夫人的吗？她怎么还成了诰命？难不成令媛骗我？你少拿陛下来压我！江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压你！今日你若动用私刑，逼迫陛下亲封的一品诰命与夫家和离，这折子若递到御前，拉着全族给一个一品诰命夫人陪葬，这列祖列宗知道了，怕是要从牌位里跳出来找您算账呢。令旨，你个孽障！行，这祖母年龄大了，气性可不小，快回去歇着吧。这为了莫须有的事情，能气坏了身子，可不值当啊！快去找你父亲回来，就说家里翻天了。父亲，姐姐后悔换亲，竟回来拿家人撒气，不仅砸了库房，还顶撞祖母跟母亲，我们根本拦不住她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江令旨，你就要被赶出尚书府了。你女，住手！你这个克母的灾星，一回来就闹得宅院不宁，还不把刀放下，给你祖母和母亲赔不是！这就是我盼了10几年的亲生父亲，眼里只有江令媛，对我这个亲生骨肉，连问都不问就定罪。既然你们早把我当外人，那今日我就不客气了。赔不是？他们配吗？江家配吗？混账！谁叫你这样拿着刀对着长辈砍？这就是你在乡下学到的规矩吗？立刻道歉！是，我从小养在乡下，只会杀猪。难不成当初是我让你把我送在乡下的？姐姐，父亲也是为你好，怕你命格太硬，在府中冲撞了贵人，这才给你送去乡下的。你怎么能怪父亲呢？当初就不该让你生下来，活在这个世上。你们确实不想让我活在这世上。当初把我送在乡下，假意探视，原来是怕我死得不够透，想找机会补刀，好让我彻底消失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父亲，你要不要问问你的好爱妻，当年我10岁时那个冬天，她借着探视在乡下对我做了什么？就是她，假惺惺的带我去看河灯，趁着我看入神，把我推入冰河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贪玩。别急嘛，江嬷嬷，别躲了，该你出场了。老奴在。老爷、老夫人，江嬷嬷，别忘了你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。这现在威胁是不是太晚了些？江嬷嬷，你起来，把当年的趣事说给大家听。江嬷嬷，我如今是萧家4夫人，江嬷嬷，有我护着你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只管如实说。好嘞，4夫人，老爷明鉴。当年夫人确实从4夫人身后就那么轻轻一推，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那水花溅得老高了。之后夫人逢人便说是4夫人自个儿贪玩掉下去的。你居然，真是我的好贤妻呀！灵芝，是为父糊涂，对不住你，更对不住你那早早离开的娘。为父一定重重责罚他们，让他们禁足，给你一个交代，请你原谅父亲。那你呢，我的好父亲？
从我回江家那一日，你可有一日当我是你的女儿？她一个养女，掉2滴眼泪你就心疼的要命，我呢？我说的话你可有信过半句？我受的委屈你可有看过一眼？你没有，那你有什么资格求得我的原谅？既然如此，江尚书，从此以后只有萧四夫人，没有江家女。我与江家门楣有别，尊卑有序，还是划清界限的好。今日啊，别说这库房门，就算是这江家屋顶，本夫人心情不好也能给他掀了。谁若再敢拦我，就别怪我这杀猪刀不认人。原来令旨真的受了很多委屈。灵芝，是为父不对，错怪你了。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委屈？所以父亲这是打算把我受过的苦碾成粉末，随风扬了。他们当年可是实打实的想送我下去见我娘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出现在这个家里，惹得你跟父亲不和。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吧，你要是生气就打我吧，只要姐姐能消气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啊，是吗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，大家可都听到了，这是他主动要求的。我这人呐，没什么别的优点，就是别人送上门的，我从不让大家失望。这一巴掌，打你鸠占鹊巢抢我父爱；这一巴掌，打你颠倒黑白辱我清誉；这一巴掌，打你心肠歹毒，还想抢我娘留给我的嫁妆。我没有。除了嫁妆，江家的一切我都不稀罕。你想要，你拿去就好。但我娘留给我的，令旨，你给我住手！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你们江尚书府门第有别，再无瓜葛。日后若相见，还请你们遵守礼数，尊称我一句四夫人。你非要嫁给那个昏迷不醒的将军便罢了，如今为了赌气，还要与家族断绝往来。灵芝，难道你真的不为未来考虑，又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上？这就不关你的事了，江尚书。都清点好了吗？我娘留给我的，一根线都不能少。回夫人，剩下这60台件件齐全，连塞香角房磕碰的旧棉花也没给他们留。走，回府。你灵芝，说到底，这国公府做主的是长房，你守着一个无法为你撑腰的夫君，这四夫人的名分不过是空中楼阁。赶紧走，无知孽障！你以为你搬走这些死物你就赢了？我倒要看看，一个无根之木、没有夫君仰仗的人，在萧家能撑几日？姐姐这般守着萧将军，着实辛苦了些，但好歹这份情谊实在难得。倘若真能搬回一座贞节牌坊，那也是美事一桩啊！你再敢咒我夫君君试试！他竟这般维护我。我夫君是为国征战的大英雄，他就算是躺着，也比你们这群站着说风凉话的人强多了。英雄，在他心里，我竟是这般模样。灵芝，为父真的不忍心，你何必非要嫁给那个顶多能活3个月的人？你留下，为父
这就去厚着这张老脸，去求陛下，去求国公府开恩，把这份亲事退了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就这么怕我坐在萧家四夫人的位置上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？守着一个活死人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哼，我夫君是身负国运的英雄，自有天佑。阎王爷都不敢收的人，就一定能好起来。哎呀，哼，姐姐，我真是心疼你，连药王谷的神医都已断言，你又何苦为难自己？江令渊，你再说一遍，谁要是再敢咒我夫君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冥顽不灵！放肆！何人敢在此非议我国公府四公子，陛下亲封的骁骑将军？我们不过是陈述事实，你一个萧府下人，在我尚书府门前喧哗，不合适吧？不知诸位在陈述什么事实？不知诸位在陈述什么事实？不妨说与本将军听听。小娟妞他怎么好了？不是战死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对啊，他怎么能来呢？不是说他醒不过来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什么情况？我们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给杀了，他不会是来讨债休妻的吧？这脸我可丢不起啊！夫君，你醒了。咱有啥事咱关起门来慢慢说啊。现在原地晕倒还来得及吗？夫人日日为我编躺椅，推我晒日头，如此殷勤的希望我好起来。为夫若再不好，岂不辜负了夫人的一片美意啊？夫人，将军刚醒，一听说您回江府探亲，就立马强撑着过来，给您撑场面了。探亲？我这是把娘家抄家了好吗？真是来撑腰的，不是来找我算账的。将军，您刚醒，这身子骨还软着呢，哪能这么折腾？快回去躺着，我这就完事儿了啊！夫人受委屈了，为夫怎能不来？啊！眼眶怎么红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为夫替你好好收拾他们。有人撑腰的感觉，好像还不赖。嗨，他们哪配让我难过？我主要是看见你醒了，不是喜极而泣。我夫人大度，不与你们计较，但我萧景逸呢，向来小气，睚眦必报。萧将军，您这话说的可就见外了。姐姐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闹着玩呢。若非我今日亲至，我竟不知我明媒正娶陛下钦点的夫人，竟被你们逼得在自家门口，不惜断亲绝义。江大人，您这家管得还真是厉害啊！莫非您是嫌御史台的大人太过清闲，想送点弹劾的厚礼给他们吧？将军息怒，是老夫治家无方，惭愧呀！老夫日后定当严加管束，绝不再犯。姐姐，父亲好歹是你的亲爹，你就劝劝将军，别怪父亲了。灵芝，你要怪就怪我们吧，莫要牵扯你的父亲呀。好啊，父亲，您可都听见了，这母亲和妹妹今日深明大义，自愿领罚，这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咱们哪能辜负他们这番诚意呢？夫君，
听闻城外静心安，环境清幽，最能涤荡心尘。不如就请母亲和妹妹去那儿常住，也算是成全了他们的悔过之心呢。夫人，没想到你欺上瞒下，苛待令旨。如今你便与令渊一同去安堂，面壁思过吧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去安堂？这戏演过了吧？怎么把自己搭进去了？父亲既然来真的要罚我去面壁思过。父亲不可！我已有了萧燕的骨肉。你竟然！原来令旨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原来令旨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算了。父亲果然还是舍不得我和我肚子里的筹码。令旨既然不想见你们，你们即刻便走。行李我会让丫鬟收拾好，给你们送去。你们不必再回房了。老爷，我们夫妻多年，已经如此绝情。当初你把我嫡女推进冰河时，怎么不想想夫妻情分？把她送到乡下，你们仍不肯放过她，可曾讲过情面？母亲，我这父亲总算是长心眼子了，可惜啊，晚喽。夫君，咱们回去吧，这儿乌烟瘴气的，再待下去怕是影响了夫君的心情啊。狄红，把夫人的嫁妆抬上，回国公府。是，将军。江令旨，你等着！我腹中怀的才是萧家嫡系长孙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百倍奉还。咱们走着瞧！你们快点跟上！跟母亲的牌位好好告别后，以后只怕是不会再踏入江家半步。走吧。在我面前，不必讲成。以后，萧家就是你家，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哼，瞧你说的，好像你能跑了似的。你可是我花了好大的劲才嫁的夫君。跑不了，日后夫人立威、撑腰，乃至闯祸需要收拾烂摊子，都要记得有我这个家人在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可就要赖上你了。求之不得。原来被人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维护，是这种感觉。四夫人安好。我们渊姨娘说，她那儿偶然寻得了新夫人的纸草香囊，想着物归原主，也好求个心安理得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这江令渊刚作为姨娘嫁入府，这就开始作了。夫人，怕是鸿门宴啊！哼，怕什么？正好闲得慌，去看看他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。江令旨，你将我和母亲赶出尚书府，害我怀了双生子，也只能做妾。今日我定要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姐姐今日肯赏脸过来，妹妹我就安心了。香囊就在这梳妆盒里，姐姐自取便是。
谢了。姐姐，你慢走。江令芷，过了今日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怎么了？眼眶怎么又红红的？是哪个不长眼的嗅着我夫人了？没事，廊下的风太大，迷眼睛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元姨娘突然腹痛难忍，怕是动了胎气，快来人啊！我的肚子好痛，双生子，我的双生子是不是抱不住了？祖母，母亲救我！元儿不怕，有母亲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屋里什么香？赶紧把香炉灭了，打开窗户通风。母亲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定是有人在那香炉里动了手脚，放了麝香，想要害死我的双生孩儿。回老夫人，奴婢瞥见四夫人方才靠近过香炉。绝不可能，令芷不会如此。可方才确实只有四夫人来过。是啊，我来取个香囊，顺便欣赏一下这屋里的摆设。哼，品味挺独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怨我嫁了燕哥哥，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呀！你怎么能下此毒手？好你个毒妇！住口！此事还未调查清楚，你们怎么能妄下结论？母亲，此事事关子嗣，不如请宫中擅长此道的太医过来，看看这香炉中是否有麝香，好还令芷一个清白。哎，不用请太医，多麻烦呀！看，他做贼心虚了吧？谋害嫡系子嗣，其罪当诛。姐姐许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，祖母还请从轻发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香炉里肯定有麝香啊，这么明显的事儿，还用得着劳烦太医打架？姐姐，果真是你。春柳，你眼光可真好啊，那你可瞧仔细了，我当时用的左手还是右手碰的香炉呢？是双手，奴婢亲眼看见您双手捧着香炉晃了晃，当时以为你只是稀罕，没成想……姐姐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妹妹这么相信春柳的话呀？春柳自小一直便跟着我，从不撒谎，她说是，肯定就是。好，江令元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待会儿可别后悔哦。江令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就是嫉妒我娶了令渊，你居然想害他肚子里的双生子，你这个毒妇！夫君莫急，等着看好戏。萧燕，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啊？你什么意思？瞧见我夫君没？战功赫赫，英明神武，你再瞧瞧你自己，我放着这么好的一个宝贝夫君不要，为你吃醋，你没照镜子？你休要胡讲蛮缠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。哼，人证物证，行，那你四婶就给你看个更直观的。哼，令芷小心！快看，他用手碰了，他这是认罪了。瞧见没？我对沉香木过敏，一碰就起疹子，
我要真去开盖放药再盖上，折腾这么一大通，我的手早就变成红猪蹄了。要命，怎么把这茬忘了？那你凭什么说这里面是麝香？这是江陵渊自己说的呀，陷害都不提前做做功课，蠢的我都同情啊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竟然用自己的亲骨肉做诱饵，做这等龌龊勾当！诸位是觉得我卧病太久，提不动刀了，竟敢这般欺辱我夫人？四叔，误会，绝对是天大的误会。行了，令旨是苦主，又是令渊名副其实的四婶，这事儿交给令旨处置最妥当。谢母亲做主。一个乡下杀猪的，能有多大见识？顶天骂两句出气也就罢了。是他定是这贱婢受人指使，往那香炉里放了麝香，见四夫人进来，便顺水推舟的栽赃。姐姐，我是被他蒙蔽了双眼。没有，不是的，明明就是你让我……住嘴！你这背主求荣的东西还敢攀咬！是令渊余下不言，轻信了贱婢，才闹出今日这场误会，惊扰了大家。好一招弃车保帅，精彩！要不是我对沉香木过敏，这口黑锅我不得背得死死的。就算不过敏，本姑娘也有的是法子让自己过敏，跟我玩这个，哼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唉，江陵渊，你心术不正，陷害长辈，扰得家宅不宁，按家规就该逐出府去。不可，四婶，不可呀！令渊肚子里还怀着我的骨肉，求四婶高抬贵手。那依你看，该如何处置？这也罢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今日起进足院，无令不得出。每日呢，抄心经100遍，好好静静脑子。等生完孩子再行发落。我也乏了，老大媳妇扶我回去。可是母亲，这令旨丫头有分寸。哼！母亲，令渊，令渊，你怎么了？快叫佛医！江令旨，你害令渊晕倒，我的孩子若是有半分损失，我定饶不了你。晕了，小问题。好冷，谁在泼我？江令旨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萧燕，给我跪下！江令旨，你这个杀猪女，凭什么让我跪？就凭我是陛下亲封的一品诰命，更是你如假包换的四婶婶。你顶撞长辈还想动手，萧家的规矩都喂狗了！这个该死的杀猪女，在国公府也敢这么横！你目无尊长，言行无状，看来我不请家法是学不乖了。江令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来人，把萧燕给我拖去祠堂，结结实实打20鞭子，再罚跪3天祠堂净思己过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一滴水1粒米都不准送。江令旨，你敢？母亲绝对不可能会答应你。你母亲啊？可是刚才老夫人说了，这儿归我管，难道大房是想抗命不成？拖走拖走，别耽误渊姨娘养胎。江令旨，你个毒妇！春柳啊，看好你家姨娘，乖乖抄经禁足。要是再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后果自负。是，
奴婢一定看好姨娘。嗯。小梦，回去让穆神医看看手。没事儿，去库房找点药膏就好。走啊。反了天了！那个杀猪的竟真敢动用家法，还敢讹我燕儿！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母？母亲，他仗着四叔和祖母的宠爱横行霸道，要是再不管他，这后宅怕是要盖新疆了。做梦！这萧家后宅还轮不到他来撒野。你好好养伤，这口气母亲一定会为你出的。哼，四弟妹好大的威风，这才得了老夫人几分宠爱，就迫不及待地摆起诰命夫人的谱了。燕儿她再怎么不对，也是萧家的嫡长孙，轮得着你动家法？你可知如今这后宅究竟是谁在当家？哎呦，大嫂啊，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！我不过就是替您分忧，教了侄儿些规矩，他今日竟当初要对他四婶动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萧家的规矩是纸糊的呢。难道在咱们大房这儿，侄子打婶婶也算是家传手艺？你少拿鸡毛当令箭，掌家权在我手里，这后宅之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这掌家权当然要紧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掌得明白，对吧？毕竟这掌家权，很快大嫂您就不必费心。瑞王妃赠的千年人参竟被换成了烧鹿根，大嫂这狸猫换太子的手艺可真是绝了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嫂，不管谁掌家，这账目啊、库藏啊，总得对祖母和萧家上下里里外外交代清清楚楚，你说是不是？母亲，您可得为儿媳做主。如今四弟妹眼里哪还有什么长幼尊卑？她责罚燕儿也就罢了，方才更是对我百般讥讽，嘲笑我管家无能。我掌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岂能容她一个心腹这般践踏？那你想如何？儿媳只是觉得四弟妹性子太过嚣张跋扈，理应加以约束，免得日后坏了萧家规矩，被人笑话。约束？他处置萧燕是我亲口允的。至于管家之事，你若当真做得滴水不漏，何惧旁人的几句闲言？不如先回去好生自省，看看是否曾给人留下过什么话。母亲，我是退下。母亲万福。方才狄侍卫来回话，说穆神医嘱咐了，夫君外伤虽愈，但元气大伤，须得用上好的人参细细温补才行呢。锦衣的身子要紧。去年瑞王妃来府上探望时，赠予一颗上好的千年人参，正好给她用。你去库房取来便是。母亲，瑞王妃所赠必是重礼，如此贵重之物，儿媳可不敢独自经手，可否请母亲一步，随儿媳一同前往库房查验取用？完了，这傻猪女要坏事。也好，人老了是得多走动走动，你也一同前去看看吧。我也同去，府中库藏我最熟悉，正好帮母亲和四弟妹找找。老夫人、四夫人，这便是瑞王妃赠的那支千年人参。令旨啊，你快拿去给锦衣用上吧。这可真是个宝贝，便宜我家将军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土包子看不出什么，幸好老夫人也未发现。母亲，这恐怕并非是千年人参。
什么？江令之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分明就是瑞王妃所赠的千年人参，库房里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个乡下来的懂什么人参？休在这信口开河！母亲，儿媳虽出身乡野，但机缘巧合下，曾跟随一位老医师辨识过药材，人参气味清香醇厚，根须密集而韧。但您看此物，形虽似，但表皮粗糙，闻之有一股淡淡的土腥气，且根须易断，所以这并非千年人参，而是商路根。荒谬！母亲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故意找茬，想显摆自己。这王妃送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瑞王妃送的人参自然是真的，但就怕他道行不够，从盒子里溜走，又让商路根剔了去。这要是吃了下去，补不了身子，反倒通了气，那可就好笑了。你是不是叫个明白人一验便知？速去请穆神医过来。是，老夫人。穆神医，请。老夫人急召老朽，所谓何事？劳烦穆神医给看看这宝贝疙瘩，可是那千年参王？回老夫人，此物绝非人参，而是商路根，形似而神异，药性相悖，且微带毒性，万不可入药。那若夫君误服会如何？与将军现在服用的活血之药相冲，若一同煎服，只怕华佗在世也难救啊！谢谢穆神医，请回吧。大嫂，您见多识广，明明知道是商路根，却非说是人参，难道是想让我夫君再讨回去吗？岂有此理！库房种地，岂有这等偷梁换柱的勾当？陆氏，你作何解释？母亲明鉴，儿媳实在是不知，定是底下人捣鬼，或是刚入库时便弄错了。许是瑞王妃那边。大嫂说这话就更有趣了。瑞王妃身份何等尊贵，送礼还能送错了？退一万步来说，那就算送错了，这签收画押入库登记的人，难道都是睁眼瞎？依我看呢，就怕这库房里耗子有点多，吃了不止这一处呢。你休要落井下石，血口喷人！母亲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关乎全府上下安危体面，必须彻查到底，水落石出才是。好，这事便交于你处置。是。即刻封锁库房，将库房里所有账册物品一律封存，无我命令，不得擅动。将所有相关管事请到旁边厢房等着，我要亲自挨个审。是。这丫头虽在乡野长大，行事倒有竹木风范。母亲，经查库房与账册多处不符，除人参被换之外，另有江南云锦3批被换作猎丑，却仍按云锦报账。采购的上等黄芪、当归，实则多是霉变次品。这些是相关票据。陆氏，这就是你掌管的家。母亲明鉴，儿媳实在是被底下人蒙蔽，只是一时失察。祖母，母亲管家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定是有奸猾小人作祟。求祖母再给母亲一次机会。1次2次罢了，次次如此，那就是要贪墨，要做空萧家。陆氏，你叫我如何再放心把钟馗交于你？母亲息怒，保重身体要紧。既然大嫂需暂避风头，那这管家之权，不如就请您重新执掌，以正家风。江令旨，你说的轻巧。祖母如今年事已高，你竟还想让他老人家劳心劳力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四婶也是为了府中着想。母亲，您的确不宜再操劳过度。令旨已是4房主母，此番查账也能看出她细心能干，
不如让他暂代掌家，您从旁协助也好，历练一番。让他掌家？他一个乡下出身的，懂什么管家？他懂各府之间的人情往来，懂调度仆役，懂核算账目。四叔，您帮他算账，就为助他上位。宠妻虽好，可这是把咱们萧家往火坑里推啊！萧爷，这账的确是我亲自查的。你一个乡下出身的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如何懂得亲自查账？我再不济也强过某些人，不服咱比试比试。比试？比什么？难道比杀猪吗？好主意。不过咱今天先不比这个，就比珠算，你敢吗？我自有名师教导珠算，还能输给他一个杀猪的？哼，有何不敢？只怕你输得太难看，下不来台。祖母，还请您做个见证。取算盘来。这两本账册相同，以一炷香为限，谁能准确无误地算出亏空，指出错漏，就变为胜。开始。这种小账也想来考我？装模作样，怕是连账本都看不明白吧？四婶婶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等一炷香烧完，你还一夜未算，那可真成了全府的笑柄。果然不识字，四婶婶，你莫不是在少话？连算珠都不曾拨一颗，难不成你准备用眼睛瞪出个数目来？母亲，这两处错了。这两处纰漏，我竟全然未察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谁规定的？算账就一定要把算盘拨得震天响才算快的？又是谁说这乡下丫头就一定不识字不会算账？我们乡下人也要收租算账的好吗？哼，陆氏，这还只是你前年的账，以后的账咱们慢慢算。师傅，您当年像唐僧念经一样逼我学这些，我可真没想到第一份功德竟是用来超度一个纨绔子弟嚣张气，多谢您老人家了。我堂堂萧家嫡孙，竟真的输给了我一直瞧不起的杀猪妹。算账快又如何？不过是投机取巧，掌家之人须得文武双全，方能服众。胡闹！萧爷，掌家与武士何干？你休要无理取闹。文武双全，方能震慑下人，应付外务。她一个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日后如何能代表萧家与各府邸往来？若遇急情，她又怎么能护得住家业？江令旨，你可敢再与我比一场武士？若你武士能胜，我便心服口服。哎，夫君，无妨。他既不服，我便打到他服，省得日后总有人拿我的出身说事。令旨，无需理会他的混话。母亲，既是立威，便须立得彻底。还请母亲允许我与萧燕比试一场。要比什么，随你挑。我骑射精湛，京中子弟也是数一数二的，这次绝不可能再输，定要他好看。好，那就比骑射，看谁才是真有本事。罢了，去教场，点到为止，不许伤人。江令旨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否则一会儿坠马难堪，哭鼻子可就不好看了。哼，选了这么一匹烈马，还想赢我？今日我定要好好出这口恶气。今日我定要好好出这口恶气。驾！
看这技术，已经登峰造极。四夫人今天肯定是要输了。哎呀，还是不要再比了，再比下去，四夫人就要闹笑话了。呀！居然蒙中了，不行，这一局绝不能输。凌迟！有没有受伤？无妨。如何呀，大侄子？现在可心服口服了？萧燕，你竟敢出手伤人！文事不精，尚可勤勉；武事不济，犹可苦练。然而你心术不正，败局已定之时，竟行暗算偷袭之卑劣行径，罔顾伦常，危及长辈性命。现于你两条路：一，前往北疆军中，从最低等的马前卒做起，不立军功，永不回京。祖母，北疆苦寒，战事不断，那是要命的地方啊！那你就留在京都，任职武骑尉，负责城门巡守，在京城父老乡亲的众目睽睽之下，好好的历练你的心性，学学什么叫规矩。边关那是九死一生之地，若去，这国公府的富贵荣华，只怕再与我无缘。可留在京都，让我堂堂国公府嫡长孙去做那看守城门的，这脸还要不要了？以后还怎么在京城圈子里混了？肃玄，孙儿愿留京，任职武骑尉。望你记住今日教训，好自为之。今日诸位皆是见证，四夫人将令旨，文士合帐，明察秋毫，武士骑射，临危不乱，其才其能其德其勇，皆足以服众。师傅，您教我藏锋守拙，明哲保身，可这深宅之内，有时亮出刀锋才是最好的保身之道。即日起，府中一切中馈事务，皆由四夫人将令旨全权执掌。即日起，府中一切中馈事务，皆由四夫人将令旨全权执掌。所有人员、账册、库房钥匙即刻交接，若有怠慢、违逆者，加规处置。至于陆氏，母亲，你执掌中馈多年，却账目混乱，亏空巨大，更是纵容包庇，险些置锦衣于死地。念你多年苦劳，暂留你在府中，但所有查实亏空，必须用你的嫁妆私产悉数填补。若有短缺延迟，别怪我家法无情。母亲，这些可都是儿媳毕生的积蓄呀！这是你挽回过失、将功折罪的最后机会。将令旨
你这杀猪贱婢实在是碍事。灵枢郡主乃京都头号刁蛮之主，将萧景义视若性命。待老夫人寿宴之时，我且借他这把刀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。哼！没想到萧炎竟然能做出这种事，还好你没出事。放心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牵扯到了伤口？不碍事，坠马已非儿戏。你可知当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好了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师父教过我独门绝学，我可是得道真传的，一般人对付不了我。你师父还真是深藏不露。师父，他们都说您从前是神武门的大将军，可真威风。做大将军之前，老夫也曾做了7年文官。丫头，这世道，文武之道犹如车之两轮，跟着我好好学，将来总能多条路走。4剑，6横扫。小芷啊，看清楚了，这战场厮杀如刨除解牛，其理相通，皆在顺势与寻隙。这招破军取的就是中宫直进，以击必中之势。我师父呀，他就是一个前朝退休了的老头，见我一个人在乡下无依无靠，便随便丢了些保命的本事给我。你家人？我母亲一生下我就离世了，我父亲不待见我，就把我丢在了乡下。所以啊，我才拼了命的想嫁进萧府，过好日子。大将军，有没有后悔娶我这个乡下女？所以夫人才趁我昏迷不醒时就占我便宜啊。哎，说起来，夫君这么厉害，为何在大军凯旋时被伤成这样？埋伏我的人，我已经有了新眉目。不过，查案我在行啊，我帮你救出那个内鬼，如何？夫人这般厉害，哼，那是自然。不过此事牵连甚广，等我有确凿证据，第一时间告诉你啊。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那个，明日就是老夫人寿宴了，我先去准备了。母亲，你看这个，你来这儿就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瑞王妃到，灵枢郡主到。瑞王妃里边请。就是这个乡下丫头抢走了我的景逸哥哥，我对她痴心一片，她却娶了这么个玩意儿。这位便是四夫人吧？久仰久仰，果真是与众不同，气质很特别。哎呀，就这点力气，你家使绊子才是没吃饱饭了。回去练练下盘功夫，再来吧。江令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推本郡主！
郡主明察，您可真是错怪我了。要怪就怪这地太滑，又或是您这身华服太过耀眼，被晃都站不稳了。您说是不是？郡主殿下息怒，这宴席马上就开始了，快入席吧。令旨到这边来。他不过是一个乡下泥腿子，又胆大包天的灵堂换妻，整个国公府不应该都鄙夷他吗？他们一定是看在景逸哥哥的面子上，景逸哥哥不可能喜欢此等女人，一定是被逼的。没事吧？无妨。郡主想给我使绊子，结果自己险些表演了个平地摔跤。景逸哥哥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我，他定是被这个妖孽给迷惑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景逸哥哥看清楚他粗鄙不堪的真面目，厌弃他。咦，这虾如此之大，莫非是来自边陲水泽的稀奇玩意儿？四夫人，你出自乡野，见识广博，定是认得此物，知道怎么吃吧？郡主，郡主说笑了，此乃太湖白灼大虾，乃是宴席上的常客。看来平日里郡主深居简出，对此等家常美味倒是疏远了。令旨，既是你熟悉的，就由你教教郡主怎么吃，也尽一尽萧家的礼数。取洗手的水和毛巾来。此物鲜美，这食之呢亦有讲究，需配以姜醋汁，方能去腥提鲜。这虾线藏污，食前呢需剔除；这虾头尖锐，亦需小心。若不懂其法，胡乱拨食，不仅容易扎手，汁水四溅，更易失了风度。母亲，您尝尝。甚是鲜香。令旨啊，你既细心又周到。好你个杀猪女，刀工好很得意吗？气死我了！景逸哥哥，你也给我剥一个。杀猪女，你输了。景逸哥哥心里只有我就知道，景逸哥哥对他好肯定是假的，他喜欢的人一定是我。景逸哥哥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景逸哥哥，我从小便喜欢你了，听闻你的噩耗更是痛不欲生，甚至去安里给你祈了1个月的福呢。可不是嘛，这满京城谁不知道，郡主从小就喜欢四弟你。夫人尝尝。郡主厚爱，萧某承受不起。我这一生有令旨一人足矣，别无他求。我给你的虾，你拨给他，他一个杀猪女也配？他一个杀猪女也配？是郡主殿下别激动，这人一急啊，就容易说胡话。不过呢，景逸是我的正牌夫君，他为我剥虾，乃是夫妻情趣，这合理合法，还带点甜味儿。夫人所言极是，这虾为夫剥得甚是欢喜。我怎么觉得这虾剥得竟比皮君薄还有成就感？这郡主呢，若是羡慕，不如让王妃赶紧给你物色一个专属剥虾师，到时候别说是剥虾了，就连剥核桃都有人伺候，何必眼巴巴睁着看着我们这盘？你竟敢羞辱本郡主！娘，我娘绝不会放过这个杀猪女的。罢了，萧景逸再好也是个短命相，断了念想正好。不过今日确实理亏，得给萧家一个台阶下。淑儿，还不住嘴，脸还丢得不够吗？四夫人，淑儿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言语无状，本妃待她赔个不是。这镯子是西域进贡的冰种翡翠，冬暖夏凉，最是养人，就当给四夫人赔个不是。母亲非但不帮我，
还反去讨好那杀猪女，莫非是中了什么邪术？四夫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可好？母亲，你真是糊涂了。那是我急急李氏求而不得的冰种翡翠啊，怎的就便宜了这杀猪女？杀猪女，你若识相就赶紧退下。瑞王妃客气了，这郡主天真烂漫，我怎么会与她计较呢？这镯子我就却之不恭了。郡主以后若是想吃虾，随时来我府上，我让厨娘好好教您怎么做。夫君，您大病初愈，穆神医说您需饮食清淡，固本培元，方有利于日后为我们萧家开枝散叶呀。那这样的话你也好意思当众说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我夫人转告医主，有何不妥？难道郡主比穆神医更懂调理之道啊？你辛苦夫人。四弟和四弟妹真是间谍情深，让人羡慕。只是你们结婚多日，这日日如此恩爱，怎么不见四弟妹的肚子有动静呢？难不成是老天爷也觉得有些事情强求不来，终究是门第有别，不太相配呀。哎呀，这多谢大嫂提醒啊！这说起来，京郊红螺山的送子观音可灵了，尤其是有福气的人去求，一求一个准儿。那是相当灵验。这说起有福气啊，谁能比得过大嫂您呢？这年纪轻轻就为萧家添了2位嫡孙，这福泽真是深厚的让人好生羡慕。哼，乡下丫头就是没见识。不如大嫂发发善心，替我去求一求，让我也沾沾您这天大的福气，说不定我下个月就怀上了。红螺山的99级天阶，一步一叩首才能到山顶。这个杀千刀的竟然想让我替他去受这份罪，四弟妹可真是会说笑啊。哦，大嫂，莫非您不愿意？嫂子，我是有心想替你，但是就是怕坏了弟妹的好机缘呢。这心诚则灵，我倒是怕大嫂心不诚，反倒误了我。你，哼！来，母亲。阿芷，你对我好，是不是就想跟我要个孩子，在萧家安身立命？当然是。果然，我只是个工具人。即便只是工具人，灵芝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也会对她好。一方面啦，最主要的是，你得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总不能让萧家香火断在你这儿啊。当然，老夫人许的那些金山银山更要紧。景逸哥哥，我来相府看你了。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这个是南疆特供的玉鸡膏，祛疤生肌，效果一流的。你身上那些刀伤剑伤，涂了它，保证还原成小鲜肉。郡主还请自重，我也是有妇之夫。没事，景逸哥哥，我可以等啊。你是喜欢我的。我要沐浴就寝了，郡主请回。
景逸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最舍不得我。哼，郡主可真是热情似火。下次扑人之前呢，记得擦亮眼睛看清楚。我只见过嫁错夫君的，可没见过扑错夫君的。哎，你郡主莫要再缠着我，就算我不娶令旨，也不会娶你。你，萧景逸，我好心给你送温暖，你竟公开处刑我！哼！将军这桃花运可真多呀！夫人莫要再打趣我了。铁寒，莫要动着。以前在乡下的时候，冬天比这儿冷多了。令旨，以后每一个冬天，我都不会让你再感觉到冷了。小时候一直羡慕其他人有爱他们的家人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也能拥有。这里的伤疤还疼吗？皮外伤，已无碍，都过去了。过去？有人在你凯旋时设伏，要你的命，这事在我这过不去。令旨，此事牵连甚广，背后之人……我不管他牵连多广，背后是谁，敢动我江令旨的夫君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你这身板，可是我用尽办法才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，谁要是敢碰一下，我就把他剁碎了喂猪。好，都听夫人的，有夫人护着，为夫甚安。知道就好，快告诉我背后之人是谁。杀猪女，别以为有景逸哥哥护着你，你就成真凤凰了。这萧家的水可深着呢，小心别淹死自己。郡主可真是关心我，连我会不会游泳都惦记。不过这萧府的水再深，也深不过郡主的心思吧？你，牙尖嘴利，本郡主今日就教教你什么是尊卑规矩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你别急嘛，我这人呢皮糙肉厚，怕硌着诸位的手。不过郡主呢，你要想清楚，这一巴掌要是下去，打的可不只是我的脸，更是瑞王府和萧家的交情。你，郡主息怒。姐姐，郡主金枝玉叶，你理应让着些。应来不多，不如……江令旨，既然你懂规矩，本郡主现在要烹茶，需用无根水。听闻乡野之人最识天时，就劳烦你接满这壶无根水吧。姐姐心思最是灵巧，这点小事定难不倒你。这郡主有令，岂敢不从？不过这接无根水啊，最讲究机缘，急不得，还请郡主一步稍纵，慢慢等候。你竟敢坐着等！
郡主莫非是想让我对着天空念咒求雨？哎呀，早知道就该跟庙里的道长学2手，现在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。要不郡主您亲自示范一下呼风唤雨的法术？哎呀，郡主，您该不会就是想让我晒晒太阳吧？想让我罚站就直说嘛，何必麻烦老天爷呢？江令直，你简直强词夺理！我看你就是存心怠慢，这就是你们萧府的待客之道。哎呦，郡主啊，这壶此刻在哭呢。他等半天都等不来他的无根水，反而等来了一场粉身碎骨。老身方才听见有人在质疑我萧家的待客之道。老夫人，我不过是让四夫人接一壶无根之水罢了，她却百般推诿。祖母明鉴，郡主心直口快，许是四婶久在乡野，不懂风雅。是呢，我这乡野之人呢，最是实在，不像某些人，这大白天的非要接雨水，接不来呢就砸壶泄愤。哎，这风雅我实在学不来。郡主，无根之水乃上天所赐，今日天清日朗，你让令旨怎么变出雨水，还摔碎这御赐的白玉壶？我不知道这是御赐之物。郡主今日心气不顺，留在府上也是徒增烦恼，不如回王府好生静静心。来人，送客。郡主请。江令直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若非人家细心指导，那郡主金枝玉叶的，哪能想到如此别致的风雅之法呀？江令渊，你身为萧家妇，不明事理，不劝善行，反而煽风点火，酿此大祸。若不严加管教，日后必生大患。即日起，每日抄写女诫50遍，好好思过。祖母，孙媳知错了，祖母开恩呐！祖母开恩。可惜你们的命都不会长久。睡王府这烧尾宴，帖子特意邀你同去，郡主怕是没安好心。他搭好了戏台，我不去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一出好戏？正好瞧瞧他又学了什么新把式。莫非夫人也有妙计？左不过他就是想让我出丑或是受伤。听说瑞王府后院新来了一只刚生崽的獒犬，他若用这招，我便顺水推舟。不行。怎么？莫非夫君你舍不得？对，我是怕你受危险。你畜生不长眼，太危险了，我必须在你身边。夫君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，雪鹰也会接应着呢。你呢，就放心在席上吃好喝好，等着我给你演一出好戏。这令牌你拿着，若有危险，摔碎它，马上会有人出来护你。你的安全最重要。夫君，你就放心去查你的事情。既然你受伤之事查出与瑞王府有关，那就看谁才是那个瓮中之鳖。不好了，萧四夫人出事了！天啊，四夫人，她该不会是被那恶犬给害了吧？死了，这个杀猪女终于死了！令旨，你醒醒！令旨，夫人你受累了。将军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那个是我求着大嫂陪同去红罗山一步一叩首求来的孩子，没了。四夫人，您要节哀啊！
这被刚生完狗崽的母狗给咬了，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万幸了。咬伤用不了多久也会毒发身亡。不，郡主你误会了，那狗并未咬到我。是我为了躲避扑咬，脚下不稳，重重摔在了地上，惊动了胎气，这才流掉了孩子。将军，我对不住你。今日之事，你若不给萧某一个交代，我就算是血溅金銮殿，也要告御状讨个公道。老身也要听听，是什么天大的理由要害我萧家的子嗣？我中计了！委屈夫人演了这一出戏。嗨，兵不厌诈嘛，这下他总该消停了。将军、夫人，郡主已行刑完毕，听说凯子被打劫了，瑞王府还罚了他半年禁足。雪英，去把那几只小狗仔送回给那只母獒犬，好生养着。是。对了，老夫人还为您请了穆神医来，正候着呢。哎呀，无碍，你打赏了他便是。哎，等等，你把他请进来，正好给我家将军瞧瞧。是。将军、夫人，奇哉呀！穆神医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感觉良好，但实际不行了？穆神医，您跟我交个底，我夫君这身子是不是虚的厉害？您直说无妨，是得用虎鞭鹿茸呢，还是得炖十全大补汤？我能扛得住，大不了我就把家中全当了，也要把夫君这身子骨养结实。将军的救急竟然去了10之8九，体内余毒也被一股生机化去，如今脉象平稳，再过些时日，必能恢复如初啊！太好了，谢谢穆神医。有劳穆神医保密，对外仍说我旧伤未愈，需静养。啊，明白，明白。只是这奇迹实在是一书难载呀。那自然是依赖我家夫人旺夫，她可是有本事把我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。那可不，将军娶我，怕是前世敲创了9981只木鱼才换来的福报。神医，您瞧瞧，我这旺夫命格是不是比您那金针还厉害些？阎王爷翻生死簿见到我的名号，都得再添几笔阳寿呢。是啊，所以为夫呢，必将夫人日日捧在掌心里，谨遵教诲。如此一来，我便可以安心布局了。瑞王以为我重伤未愈，正是我们反击的良机。今日在瑞王府杂物间的暗格中所获，这火漆印正是北境军中专用的。还有这残存的饗银2字，大哥当年是否掌管过粮饷调度？莫非我当年北境遇袭，并非意外，而是他们贪墨粮饷，东窗事发，欲杀我灭口？大哥，难道他也参与其中？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，将军，此事必须彻查到底。王爷，大事不妙！我四弟没枪令旨，开始清查府中账目。废物！一点首尾都处理不干净。当初若不是你办事不力，留下把柄，我们又何必在萧景一凯旋时设局截杀他？萧景一命大，那样都没死成。不过没关系，一次不成，还有第2次。祭天大典在即，那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
你回去后务必想办法盯紧萧景逸夫妇，若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灵芝，我亲耳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我大哥联合瑞王贪墨军饷，他为了钱权，竟联合外人要置我于死地。为什么从小到大，我敬他、重他，父亲去得早，长兄如父，为什么会是他？夫君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是他们的贪欲蒙蔽了良心，为这样的人伤心，不值得。你说的对，不为他们伤心。我刚刚还听到他们欲在祭天大典上对我再次下手。祭天大典，好机会，他们想动手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。混账！瑞王竟敢贪墨，连死难将士的抚恤金都敢克扣，简直罪不容恕！陛下息怒，这证据烫手，瑞王殿下这回可真是贪得无厌。不过陛下，若咱们现在相争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出好戏？臣妇有法子，既能保全皇家颜面，又能让瑞王殿下自己挖坑自己跳。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让瑞王殿下放松警惕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判罪。准，就依你所奏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狠心到什么程度。哼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将军被陛下关进诏狱了。陛下请将军去诏狱喝茶了。放心吧，你家将军皮结实着呢，说不定现在正和狱卒切磋棋艺呢。走，雪英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夫人，你都看了一整天了，歇歇吧。不行，我得趁将军在狱中他们松懈的时候，赶紧把账本查出来。好你个陆氏！我说你贪了那么多银子，怎么没吃胖？原来全部要给瑞王府了，这下可让我逮着了。夫人，找到了？何止是找到了，这数额大的，够瑞王府吃下一整个军队。瑞王，你竟敢谋反！来人！臣在。将这逆贼拿出去斩首，悬首示众3日，其党羽统统按谋逆罪论处，严惩不贷。陛下饶命！我是被逼的，是萧景平撺掇我的。陛下饶命啊！我是被逼的，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朕知道错了，陛下。萧景平，你勾结亲王，贪墨军饷，构陷亲弟，你这皇兄做的可真称职啊！念其最终未酿成大祸，且乃国公之后，革去一切爵位官职，抄没家产，一家人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
萧将军忠勇无双，忍辱负重，这天牢没白住，给朕钓了一条大鱼，晋封为超一品郑国公。世袭罔替，赐丹书铁券，长经即位，授予北境兵权。朕以后的安危，可都交给你了。臣谢陛下。陛下圣明，恭喜萧将军沉冤得雪。还有朕的奸细官萧夫人。这出戏定得漂亮，智勇双全，护驾有功，乃巾帼英雄，高封为超一品郑国公夫人，赐凤冠霞帔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京郊黄庄2座。往后宫内有什么热闹，朕还要借你的慧眼一用。臣服谢陛下隆恩，只要管饭，随叫随到。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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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吃菜吃菜。哎，四爷和四夫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四夫人，你真是有福之人，旺夫一子啊！夫人，你说这今日之酒为何会这么好喝？因为喝酒的人心情好。江令旨，你害得我要去流放，孩子也因此没了。今日我就让你血债血偿！江令旨，你去死吧！将军，你怀里揣的是什么呀？啊！太好了，大家放心，无碍，无碍呀！夫人的情话真好听，为夫还想再多听几句。萧景逸，你这个骗子，你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排了半个时辰队才买到的，就这么被他毁了，我是真的心疼才疼晕过去的。打死你！灵芝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坏掉的点心熏着了？恭喜四爷，贺喜四夫人。四夫人这不是病了，是有喜了。就脉象看，一进2月，这是双喜临门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恭喜恭喜啊！以后不准再这么吓我了，万一那匕首再偏几分……没有万一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也会第一时间挡在你面前。只不过可惜了那盒玫瑰素，我真是排了好久的队了。
可我现在不喜欢甜腻的味儿，可能宝宝不喜欢吃甜食。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像你一样聪明勇敢。那我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幸福。会的。那边有说书的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要说这镇国公夫人乃天赐的大福星，十分了不得，有一身杀猪的好本事。嘿，您别笑啊，这杀猪啊讲究的是快准狠稳，正是这般历练，才养出了夫人临危不乱、洞察先机的慧眼和胆魄。自她嫁入国公府，那是望醒夫君，识破阴谋，保护圣驾，铲除奸逆。最近更是用一盒玫瑰酥救了大将军一命。夫人，现在你这杀猪妹的名号可是全京城最旺夫的象征了，连说书先生都说了，我连出门买盒糕点都能救自己一命。那夫君可要好好珍惜我这颗福星才是。下次买点心记得买2盒，一盒防身，一盒吃。好，一切都依夫人的。